石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论是天上的飞机、海上的船只、陆地上的车辆，或者是我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有它的贡献。为了使石油的原油变成可用的材料，必须经过几道加工的程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分馏。分馏法是在蒸馏瓶的上方装有一支分馏管，经过加热气化上升的蒸汽，利用气体和液体在分馏管中多次的平衡，达到分离沸点相近混合物的目的。当沸点相差较小的液体混合物无法利用简单蒸馏来达到完全分离效果时，就需要使用这种分馏的技术。分馏是利用分馏管的下方温度较高，而上方温度较低。分馏时，蒸汽从蒸馏瓶沿着分馏管上升，碰到温度稍低的填充物，部分蒸汽会凝结下来。凝结的液体有些将再度蒸发，因此在管中会发生一连串凝结与蒸发的现象，而达到分离的目的。由于液相中含有较多低挥发性的成分，往上升的气体中高挥发性成分增加，因此当蒸汽往上升，其中的高挥发性物质含量就越多。在理想的状态下，最后到达管顶的蒸汽几乎完全是高挥发的物质，而在蒸馏瓶底部的液体则都为低挥发组成。分馏的仪器装置主要有蒸馏瓶、分馏管、三叉管、温度计、冷凝管、连接弯管和收集瓶组成。本实验另外还会用到的器材有铁架、广用夹、升降台、加热包、变压器、海沙、沸石以及铝箔。分馏的装置与简单蒸馏类似，但是在蒸馏瓶与三叉管之间加装一个分馏管。分馏管是达成分馏分离最重要的部分。影响分馏效率的因素有分馏管的填充材料、分馏管的长度、分馏管的温度控制，以及混合溶液中各成分物的沸点差距。填充物必须是不与式样溶液反应的材料，例如玻璃珠。本实验可以使用以装填玻璃碎片的分馏管，或者是将玻璃珠经粉体漏斗装填到空的分馏管中备用。填充物的表面积越大，或者是分馏管越长，能使气液平衡越充分，分离的效果就越好。不过留在填充物表面所损失的残液就越多，收集的馏出液就会变少。因此必须在纯度与收量之间求取平衡，来决定使用何种填充物以及分馏管的长度。理想的分馏过程，分馏管下方的温度与蒸馏瓶内液体沸腾温度接近，往上温度随之降低，分馏管顶端的温度则与易挥发成分的沸点接近。透过蒸馏速率的调节以及分馏管的保温，才能够建立管内的理想温度梯度。此外，馏出物的沸点范围、分馏管的长度以及填充物的材质，都是分馏完成后必须登录的重要参数。分馏实验操作，首先利用漏斗加入式样溶液以及2到3克的沸石备用。接着放置一个高度适当的升降台，再将加热包置于升降台上作为加热的热源。加热包的电源插座要与变压器所连接出来的插座连接。使用广用夹固定蒸馏瓶。再调高升降台的高度，让蒸馏瓶置于加热包中。
蒸馏瓶与加热包之间加入适量的海沙，以帮助温度的传递。接着在蒸馏瓶上接上一支分馏管，再依序装上三叉管、温度计与冷凝管。冷凝管利用广用夹固定，并接上冷却水的橡皮管。冷凝管出口接上连接弯管，连接弯管的下方通常是使用圆底或者是梨形玻璃瓶来收集漏出液，但是为了要配合本实验的目的，改用漏斗架在量筒上直接收集漏出液，以广用夹夹住量筒，调整高度，使弯管下端出口贴近漏斗。检查整个分馏装置是否都已经架设正直不歪斜，并且磨砂口结合紧密。打开冷凝管的冷却水，要注意冷水是从下方流入，上方流出。打开变压器到适当的电压，开始进行缓慢加热。可以使用铝箔或纱布包裹分馏管以保温。记录第一滴漏出液流下时的温度，并且要记录第一成分被完全蒸出的体积以及温度。如果分离的效果好，而且混合成分的沸点差距大，当第一成分被完全蒸出，而第二成分尚未大量气化，温度计附近并无足够蒸汽，此时温度可能会下降。等到第二成分大量气体气化时，温度又开始上升。如果没有观察到这一个现象，则应该以第一成分的正常沸点为基准，收取适当沸点范围内的蒸馏液。例如，假设第一成分的沸点为69度，可以收取67到70度范围内的馏液。所收取的范围越大，纯度越差。第一成分收集完成后，更换干净的收集漏斗以及量筒，以便收集第二成分。接着加大热源，并继续读取记录温度，直到要收集的部分蒸出后，关闭变压器，停止加热，并且立即降低升降台，移除热源，以免加热包的余热持续加热。更应该避免蒸馏瓶内的液体完全蒸干，造成过热，这容易导致爆炸或者是蒸馏瓶破裂。接着关闭冷却水，逐一拆卸分馏装置。加热包中的海沙倒入玻璃器皿中，冷却之后回收。将实验桌清理干净，废液回收。并将器具及玻璃珠清洗干净，倒入回收瓶，完成实验。实验操作总结如下：以漏斗加式样溶液及沸石于适当的蒸馏瓶中，以广用夹固定蒸馏瓶，并将蒸馏瓶置于加热包中。
加适量的海沙于加热包与蒸馏瓶间，连接并固定分馏装置。打开适量的冷却水，以适当电压开始加热。观察并记录各6份沸点温度范围，测量流出物重量或体积，计算回收率。停止加热，调降升降台，使系统冷却。回收废液与海沙，清洗仪器装置。实验操作注意事项：分馏管的填充物必须是不与式样容易反应的材料。温度计的水银球上沿需位于3岔管支管开口的下方。冷却水自冷凝管下端流入，上端流出。加热温度要适当，必须使用铝箔或纱布包裹分馏管以保温。蒸馏完成后，必须立即移除热源，蒸馏瓶中的残余液不可以完全蒸干。